今天是司法改革国是会议的总结会议。首先，我要向参与司法改革工作的社会各界人士，还有我们很辛苦的政府同仁们说，谢谢你们。司法改革是全民关注的议题。过去10个月以来，我们以最慎重的态度来推动国是会议。经过6次的筹委会以及5个组别，一共40场的分组会议，超过上百小时的讨论。每一场的会议，每一个结论跟建议，都是国是会议的一部分。除了邀请专家学者来开会，我们也将国是会议拓展到网络上，征集大众对司法改革的意见。同时，为了落实公开透明、人民参与的承诺，我们也把历次会议的影像记录跟逐字稿都公布出来。因为各位全心全力的参与，我们有了初步的成果。第一，我们对司法改革做了详尽的体检，将问题一个一个的盘点出来。第二，各位委员也提供了许多的专业跟实务上的宝贵意见，作为未来行政、立法、司法机关落实改革的重要基础。第三，在讨论当中，我们有许多议题上找到了共识，这些共识将会成为我们改革的方向。当然，也有一部分的议题，即使经过周延的讨论，依然没有达成共识。但是多元的声音也呈现为严肃而专业的对话，这些都是民主的资产。有人问说，开这么多的会议，对司法改革的推动有什么帮助？我想不需要怀疑。由于各位委员的督促，司法院、法务部已经加快改革的脚步，提出具体的方案，积极的回应社会对于改革的期待。在司法院这边，法界所期待的1审40审、2审事后审、3审法律审的金字塔诉讼制度将逐渐建立起来，这是要强化司法审判的效率。司法院也将陆续开放法庭直播，让必要的资讯更加透明。还有最重要的是法官的多元禁用、监督和淘汰的机制。未来我们的法官将会更有社会历练，也有更多元的进修管道，以及更完整的评鉴的制度，来有效提升我们审判的品质。我们清楚，这是人民最关切的事情。在法务部方面，对于检察官评鉴的制度、检察体系效能等各方面，都有积极提出改革的重点。其中，以主任检察官作为核心的团队办案方式，采取共同具名、共同负责的模式，将让检察官的办案更周延、更有公信力。同时，推动起诉书的公开，也让大家感受到检察体系对于透明化的努力。当然，在检察官非常重视的内部改革方面，包括检察官免兼行政职、推动人事民主化、改善办案环境等等，都回应了第一线的心声。最后，有关审判制度的改革，我要借这个机会讲几句话。我了解在这个议题上，大家对于参审或者是陪审还有很多不同的见解，分组会议并没有形成结论，但透过深入的辩论，事实上各位已经达成了一个最关键的共识，那就是现在的制度确实不够完善，一定要改。后续的改革也一定要让人民有更多的参与，让国民法官走进法庭。我相信今天会有委员继续提出意见，我要请司法院未来推动改革的时候，要持续的听取大家的想法。改革是政党轮替最重要的意义，也是我一直在努力推动的工作。不过，我深刻的理解，改革从来都不是变魔术，不可能一步到位。在讨论的过程当中，对于改革的内容、速度有不同的意见，或是对于某些议题
社会需要一点时间来理解，这都是民主的常态。上一次的筹委会当中，我们归纳出包括推动人民参与司法制度，强化公开透明的司法，打造专业与中立的司法体系，跟监督淘汰不适任的司法人员，以及建立保护儿少的机制在内，一共12个重点议题。这些重点议题让社会大众看到司法改革的整体的轮廓，也看见各位努力的成果。今天的总结会议，我相信大家还有很多意见，也还会有一些争辩。理念的推动有赖于决心，相互的说服是一种艺术。既然邀请大家来开会，我们也期待大家能够畅所欲言，对话沟通。我要再一次的强调，国是会议不是大拜拜，不会今天开完会就船过水无痕。接下来形成法案的过程当中，我们仍然会咨询大家的意见，让司法的改革的内容更加的完善、周延。谢谢大家。